林岳小飞扛着牌匾去军分区，高家竟派出了几百名混混进行阻拦。他最终艰难地来到军分区门口。我爷爷岳秦虎，我父亲岳长龙，我岳小飞前来申冤告状。小同志，你怎么了？乖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要见你们领导。卫兵低头一看，大惊失色。看好这里，我去通报萧师长。报告萧师长，门口有个小伙子，扛着一块镇国之柱的牌匾，跪在地上喊冤，还带着10几个1等功勋章。他被几百个混混拦截殴打，受了重伤。你说什么？英雄的后代在我军区门口被欺负，3分钟，全师集合，都跟我出去！很快，肖战便带着无数荷枪实弹的战士冲到军区大门口。孩子，快起来，地上凉！我是江城军分区师长肖战。孩子，别怕，告诉叔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叔叔，我叫岳小飞，我爷爷是抗战老兵岳秦虎，我爸爸岳长龙也当过兵，这些牌匾和勋章就是他们留下的。我是今年江北省理科状元，考了735分，但校霸高子胜联合李校长要抢我的成绩，诬陷我作弊，还要拆我的家，我不答应，他们就叫了几百人打我，还说要把我扔江里喂鱼。岳小飞知道这还不够，他的目标并非收拾这群混混，而是向高子成以及背后的恶势力复仇。叔叔，我不要勋章了，我不要状元了，我把这些都给你，求求你把我爸爸还给我吧。虽然不知道5年前为何父亲会坐牢，但他坚信父亲以前当过兵，留下了那么多1等功勋章，绝对不会是什么坏人。孩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给你顶。肖叔叔，我能不能向您借点钱？你要多少？100万。小飞，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肖叔叔，高子胜之前带着人去我家，拿着一张伪造的欠条，硬说我爸借了他100万，他说不还钱就推平我的家，还要把我爷爷扔到大街上喂狗。我爷爷是打鬼子的老英雄，但老年痴呆了，现在一个人在家。我借这100万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保住爷爷的命啊！岂有此理！高家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连痴呆的老英雄都不放过！肖战暗暗发誓，今天一定要让高家付出代价。就在这时，高子胜驾车赶来，哈哈，他非但不怕，反而笑了，误以为是老爹高天雄打了招呼，让当兵的来帮他收拾人。哟，岳小飞，你挺能耐啊，还敢跑到这儿来告状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跑到这儿来装可怜，有屁用啊！在江城，我高家说1不2，你也配跟我斗？简直找死！臭小子，你爷爷有枪很厉害吗？打过仗了不起吗？告诉你，本少打的就是英雄的孙子，踹的就是丘巴的后代。有本事你再狂一个，信不信我让你爷爷一起陪葬？在场的战士们气得浑身发抖，死死地盯着高子胜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他撕碎。等等，我要看这个人渣能嚣张到什么地步！高子胜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过分？难道你忘了3年来在学校我每天揍你一顿，把你的头踩在厕所的地上，还逼你吃？现在跟我装硬气？晚了！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一文不值，还拿出来丢人现眼？不，还敢反抗，害死你！这些破勋章值个屁钱，只有傻子才把这破玩意儿当宝贝。高子胜，你踩的不是勋章，是你高家的棺材。呵呵，你的房子我拆定了，你的成绩我要定了。至于你爷爷，一个快入土的老头，死了也没人在乎。我立刻打电话，让人把那老东西拴在狗窝里。够了，师长，下命令吧！竟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欺负英雄后代，这谁忍得了？哪怕今天违反纪律，也要把他打成肉泥！怎么想打我啊？来啊，抽我耳光啊！有胆子你就动手，不敢的话，你就是孬种，是窝囊废，比你爷爷还怂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其实你自找的，那就成全你！你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打你是替你爹妈教你做人，打你是替那些被你欺负的人讨公道，打你是替我爷爷鸣不平，他为国家流过血，不是你这种败类能侮辱的。而这时，林小璐的直播间彻底炸了。他之前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爷爷，他爷爷是一名少将，正在往这边赶。我操，这一巴掌太他妈解气了！打得好，早该这样了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没看到我被打了吗？冲过去，把岳小飞的4肢打断，扔去喂狗。谁他妈不动，老子让我爸扒了你们的皮！高少，不行啊，那是军事禁区，卫兵的枪都指着呢，进去就是送死。肖师长护着他，我们冲不过去啊！护着他，我爸是高天雄，江城的天，整个江城的生意都归我高家管。敢护着这小子，
你不想在江城混了？我是军人，只认国法，不认高家。你侮辱英雄，践踏勋章，殴打英雄后代，桩桩件件，都够你把牢底坐穿。来人，抓起来！就在这时，肖战电话响了起来。肖战同志，经核查，全军档案中没有岳擒虎、岳长龙的参军记录，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蒙骗，立刻终止调查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许再插手。什么？没有记录？怎么可能？那镇国之柱的牌匾是当年特有的工艺，那10几枚1等功勋章背面带有特殊编号，货真价实，我绝不会认错。我就说嘛，岳小飞，你爷爷就是个贼，这些破烂都是偷来的，那把枪也是赃物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送警察局，牢底坐穿。可恶！很明显，那通电话是高家在幕后施压，但军令如山，省军区的命令他不能违抗。肖叔叔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爷爷的伤疤不会骗我，我爸的军功章不会骗我，高家买通关系，难道就能抹掉英雄的血吗？呵呵，看到了吗？你扛鞭跑来告状，但人家可不认你。刚才打我巴掌，我要让你蹲一辈子大牢。都给我进了，拖走这骗子，出事我担着。住手！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崩了他！老将军，辛苦您跑一趟。高子胜却露出了笑容，误以为这是父亲请来的靠山。老将军，这臭小子冒充英雄后代，罪大恶极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您放心，回头我让我爸好好孝敬您。滚！林铁军，军区前任参谋长，副军级，虽然退休10多年，但余威犹在。爷爷，他们说查不到岳小飞爷爷和爸爸的参军记录，要把他抓起来。爷爷知道了。然而当他看清了岳小飞的脸，林铁军如遭雷击。像，太像了，那倔强的眼神，那紧抿的嘴唇，那浑身是血却依旧挺直的脊梁。小伙子，我可以为你主持公道，但你必须说实话。这牌匾，这些勋章到底是哪来的？你要是敢冒充老团长的后代，我饶不了你。岳小飞迎着他的目光，没有退缩。是我爷爷给他，他叫岳擒虎，打鬼子的老兵。不可能，老团长早就死了，他没有后代，你休想骗我。岳小飞没说话，掏出手机，照片里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穿着老军装。老团长，我以为您牺牲了，没去找您啊。当年我是您的警卫员，您从死人堆里把我扒出来，是您教我打枪，教我做人，提拔我当2营长。您说打完鬼子就回家种地，我还等着跟您一起呢。可我怎么就信了您牺牲的消息？老团长，我对不起您啊。这一刻，高子生开始慌了。您难道就是小林子？老团长提起过我。爷爷生病后经常说梦话，总念叨小林子这臭小子，枪法又进步了，还总喊什么2营长，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拿来。是他，是老团长没错，那门意大利炮是当年缴获的战利品，老团长宝贝的跟啥似的。老团长，我今天得给您磕3个响头，没能见您最后一面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等等，林老，我爷爷没死，只是得了老年痴呆，记性不好了。什么？老团长还活着？他在哪？快带我去见他。之前高子胜带人去家里了，说要拆我们的房子，要把爷爷拴在狗窝里。小王八犊子，敢动老团长一根头发，我让你死1户口本。高子胜吓破了胆，连忙摸出手机给父亲高天雄打电话。爸，快救我！来了个老将军，叫什么林铁军，说要收拾咱们。怕什么？退了休的老将军，江城还是高家的天下，他扳不倒。爷爷，您总说岳爷爷是您最尊敬的人，可为什么军中没有他的记录？他到底是谁啊？林铁军开始叙述着老团长的英勇战绩。老团长总说打完仗就卸甲归田，不想当官，我们都以为是玩笑话，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。这牌匾全国只有10块，每块都属于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听完这些，岳小飞终于了解了爷爷当年的事迹。原来那块染血的牌匾是爷爷用命换来的荣耀。林老，谢谢您告诉我这些，也证明了我爷爷的清白。他当过兵，不是骗子，而是真英雄。只因高子胜即将被抓，他便质疑10几枚勋章有假，说岳小飞的爸爸是罪犯。林小璐的直播间风向顺变，网络喷子跳出来纷纷附和，最终竟引得空军大佬家战机赶来。我的天，那是猎鹰2师，那是苍穹立宪传说中的王牌，是雷震，绰号雷神爷，2星将军，空军的传奇飞行员。谁是岳小飞？我是。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们来晚了，但从今往后你就是空军的孩子，没人能再动你一根手指头，谁敢欺负你，就是和整个空军为敌。完了！高子胜脸色惨白，连忙掏出手机给他爸打电话。爸，空军的雷神爷来了，
他要护着岳小飞。对话那头，高天雄沉默。我让李校长去顶罪，就说都是他怂恿的。你先认个错，保住小命。随着岳小飞的提问，雷震讲述了他大伯岳长空的英勇事迹，因任务牺牲被评为烈士。随后盯着高子胜，眼神瞬间锐利。你欺负烈士的侄子，以为高家能保你？苍穹利剑的仇得用血来算。首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不是我，是李校长逼我的，他让我欺负岳小飞。还有，就算岳小飞的大伯是烈士，但他还有海军的勋章，这该怎么解释？你们不能只查空军，海军的也得查。高子胜故意这么说，想要拖延时间，拖到父亲赶来。雷震立马打电话去查，结果令他大吃一惊。他是蛟龙号战舰的船长，当年英国战舰越界挑衅，撞沉我们3艘巡逻艇，他独自一人驾着蛟龙号就撞上去了，跟敌人同归于尽。他被追封为特级烈士，可家属一直找不到。什么？海军烈士岳长海？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一个人，陆军有林老将军，空军有我们苍穹利剑。至于海军，给海军总部发电报，告诉他们岳长海烈士的侄子找到了，让他们开蛟龙号来，给烈士的家人撑撑场子。与此同时，江城一中校长办公室，刀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哥哥，高总发话了，岳小飞那边压不住了，就来了几个军方大佬，这是不能影响高家，现在需要有人去顶罪。随后在刀哥友好的问候下，李校长乖乖跟他去了警局。军分区门口，高子胜又提出了质疑，说岳小飞父亲是罪犯，众人查了他父亲的事情，只知道在燕山监狱，想要继续往上查，在场所有人都不够资格。小飞，别沮丧，你父亲的事我们记着呢，迟早会给你查清楚。今天先把眼前的账算清楚，高家这群杂碎感动英雄后代，就得付出代价。来人，把高子胜还有外面那几百个混混全都抓起来。此言一出，外面那些混混躁动起来，想要逃跑。谁敢反抗，就地枪毙！卫兵的齐声应如狼似虎般冲了过去。我还年轻，不想坐牢啊！眼看着那些卫兵就要将高子胜拖走，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传来，几辆警车呼啸而来，在军分区门口停下。侯涛，江城巡捕房的大长官，在江城这一亩3分地，算是金字塔顶端的大人物。林老将军，雷将军，欢迎2位莅临江城。少来这套，让英雄后代流血又流泪，你就是这么当差的？2位首长息怒，我也是刚得知这件事儿，立刻就展开了行动，已经把罪魁祸首之一的李校长抓来了。接下来我会把高子胜和外面那几百个混混全部带回去。这件事已经闹大了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第一，查清高考成绩，还岳小飞一个清白。第二，他被高家几百个混混追杀，所有参与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，不管对方有什么靠山，都要从严处置，绝不姑息。是，2位放心，我保证3天之内一定给你们满意的交代。小飞，我相信侯局会妥善处理的。林铁军和雷震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岳小飞却站在原地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小飞，现在没事了，我们跟你回家拜访一下老团长。随后，雷震和林铁军跟着岳小飞回到家里。小飞，就算烈士抚恤金没到位，学校的贫困补助金呢？以你的成绩，怎么会没拿到？我年年申请，但最后都失败了。反倒是高子胜那些人拿着补助金买球鞋、买电脑，还在朋友圈嘲笑我是捡破烂的。岂有此理！给我严查那个李校长，这种蛀虫，不枪毙也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老团长，我是小林子，林铁军啊，我找了您整整60多年啊。小什么？你是谁？我不认识。那个林老，我爷爷老年痴呆，好多事都不记得了。只要老团长还活着，我就放心了。记不得没关系，我以后天天来给他讲当年的事。咦，这枪当年只有高级将领才配得上。之前高家来人拆房，几个混混冲进来，是爷爷开了一枪才把他们吓跑的。岳老爷子留着这枪是念想，但按规定，这是……雷震死死盯着枪托底部，那儿刻着一行小字：军团长。这职位早成历史了，当年可比军长还高2级。老团长当年明明是团长，怎么会是军团长啊？当年的军团长放到现在，可比雷震的2星将领还高。快看，秦烈，这是军神秦帅的字。你敢信军神秦烈竟是岳小飞爷爷的好大哥？奶奶又给他留下了一顶价值10个小目标的天珠凤冠和一把魔都金库1号保险柜的钥匙。岳小飞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太过分了！岳小飞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打开手机。就在林铁军要去找高家麻烦的时候，雷震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接起电话只听了几句，眉头就皱了下来。林老，别去。什么意思？
是高子胜的母亲江碧池。什么？是她？林老，江碧池是谁？那是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，没人知道她的底细。小道消息说，她真正的后台在龙都。对不起，林老、雷伯伯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说什么糊涂话？我不能给老团长丢人，这就去龙都找秦帅的后人。林老，谢谢您。谢什么？我这把老骨头，只要走得动，就还能为老团长拼一次。我们走了，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。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与此同时，北京狼国都城下，9星将军山河战神缓缓掏出一张泛黄的合影照，左边是岳长龙，右边是赵王生。月头，看到了吗？狼国都城就在眼前，明天龙国的旗帜就会插在那儿，我没给您丢脸吧？高总，好像交通管制了，所有车辆禁止上高速。冲过去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车头猛地一抬，眼看就要撞断栏杆。等等，快停下！快倒车，后退！不就是辆面包车吗？高总，您至于这么害怕吗？闭嘴！你懂个屁！不怕劳斯莱斯带雨伞，就怕考斯特开双闪。事业巅峰迈巴赫，人生巅峰考斯特。青山陵园，岳小飞最终竟在醉陵找到了母亲的墓碑。妈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在这儿受委屈了。放心，我今天就把这事查清，绝不会让您白白受辱。哈哈，哟，高考状元，你这是在给谁哭丧上坟啊？你爸关在黑狱，你妈埋在醉陵，真是天生一对啊！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醉陵里埋的都是什么货色？叛徒、败类！你妈能跟他们做邻居，自己想想干净得了吗？你找死！一颗带血的牙齿从他嘴里飞了出去。我的牙！动手，往死里打！谁敢动？你们动我一下试试。怕什么？不打他，咱们去挖他妈的坟。他是罪人，今天咱们就挖坟鞭尸，算是为民除害。就算闹到军区，他们也说不出什么。高少说得对，咱们去挖坟，一起动手。想动我妈的坟，除非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岳小飞掏出手机，想给雷震或林铁军打电话求救。哈哈哈！别费劲了，这一片的信号都被我屏蔽了。岳小飞，你之前不是很牛逼吗？跟我抢女人，还把我送进局子。有本事你现在再叫个靠山来，你能喊来一个，本少就给你跪下喊爹。高少，快住手！有大人物来了，要清场。李书记特意打了招呼。算你走运，暂时先饶了你。等大人物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入陵园。沙书记，我叫高子胜，是江城高家的少爷。您来的正好，叶青梅这个大罪人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今天特意带兄弟们来，准备挖了他的坟，给汉东的百姓出气。我这就安排手下把他的尸体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你是叶青梅的孩子？我是他儿子岳小飞。好孩子。随后他又转向高子胜：你刚才说什么？挖谁的坟？沙书记，当然是叶青梅那个罪人啊！住口！叶青梅不是罪人，他是英雄，是拯救了汉东数百万人的大英雄。这怎么可能？可大英雄怎么会被安葬在这种地方？我不信，打死我也不信！沙书记，既然母亲是英雄，为何她的坟墓会在半年前被转移到醉陵，遭受这般唾弃？英雄坟墓怎可被亵渎？一定有人搞鬼！就在这时，远处一个身影小跑过来，正是江城一把手李大康。沙书记，您来了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好，李大康，我们今天来是吊唁拯救汉东的大英雄叶女士。她不光是岳小飞的母亲，更是汉东百万人的母亲。你们江城就是这样对待英雄，你们不尊重英雄，那就让汉东来。沙书记，这件事我之前真的不知情，但您放心，今天我一定彻查，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要是做不到，我就不当这个江城书记了。带青山陵园负责人到西区醉陵来，立刻马上，误了事情我撤你们的职。高子胜看到这阵仗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趁着众人注意力都在李大康身上，悄悄地往后退，想溜之大吉。站住！你之前嚷嚷着要挖坟，要鞭尸，胆大包天，罪不可赦。告诉你，敢欺负岳小飞，就是与整个汉东为敌。孩子，你和这家伙有什么仇？他想抢我高考成绩，害人欺负我爷爷，我没办法，扛牌匾贵军区告状。你就是扛匾贵军区的少年。他之前也听闻过这消息，当时就觉得这少年有骨气，是可塑之才，却没想到他就是叶青梅的儿子。沙书记，还有件事，之前高子胜要霸占我的高考成绩，军中2位长辈为我撑腰，但调查结果却是李校长顶罪，而高子胜却被无罪释放。正因如此，他今天才敢来亵渎我母亲的坟墓。什么？朗朗乾坤，竟有这等事？李大康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沙书记，我不知情。
不知情，英雄的儿子被欺负，罪魁祸首却放出来继续逍遥法外。你一句不知情，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，这么当父母官的，立刻给我查！查不清楚，你干脆回家看星星吧。李大康心里暗暗叫苦。理论上，沙镇江管不到江城，但以沙镇江的人脉和实力，联系江北省的领导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沙书记放心，我一定严查，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小飞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来都来了，那就带上银手镯，再回去吧。是他们怂恿我来的，我只是跟来看看，根本没动手，要抓就抓他们，跟我没关系。高子胜，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说要给岳小飞点颜色看看，还说要挖他母亲的坟。就是你平常坏事做尽，骂哑巴、打瞎子、踢寡妇门、刨掘户坟，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还有你那方面不行，最多坚持3分钟，就是个伪男。你们这群混蛋，都给我拿下！高子胜吓得魂飞魄散，悄悄掏出手机，给父亲高天雄发短信求救：“爸，救我！我被抓了！”又得罪谁了？我找岳小飞的茬，结果惹到了沙书记。哪个沙书记？江城没有这号人。是汉东的沙书记。高天雄看到消息，脸色狂变，额头青筋根根竖起。他立刻想到之前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车队，汉东大佬亲至，他还想去巴结打听消息，没想到生了这么个大孝子。你怎么得罪的沙书记？岳小飞的母亲叫叶青梅，是1年前拯救汉东的英雄。进去后好好改造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接着，任凭儿子再发多少消息，他都不再回复了。书接上集，在沙镇江的逼问下，铃木负责人交代了事实：岳小飞母亲的坟墓是一个地产商洞的手脚。沙镇江带着岳小飞去要说法，但是你敢信？沙镇江只因插了一句话，被人叫做死老头，并且扬言要废了他。你是哪个？我是岳小飞。我记得了，你就是那个老爹坐牢的穷瘪三啊！岳小飞既然来了就是客，按照规矩得随份子钱，1人1万，你们4个总共4万，少1分都别想走。你这是收保护费？怎么了？少废话，掏钱，4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没钱。没钱？你大伯二伯不是死了吗？烈士家属能没抚恤金？你找死！你竟敢打我，岳小飞，你死定了！打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出粮是我杨家担着，我爸有的是钱，能摆平。冷风，动手！冷风像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，一人一个大逼斗。你别狂，君子报仇，80年不晚。等你死了，我去你坟头蹦迪摇花手。正在这时，杨娇娇的母亲过来了。妈，他们打我，这个穷瘪三打我，故意来砸我升学宴。原来是你这个有妈生没爹养的东西，你爹是个罪犯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高子胜欺负你，你不去找高家，跑到我杨家来闹什么？我今天来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他的高考加分是我母亲叶青梅用命换来的荣誉，他手上的手镯是我母亲的英烈抚恤金买的。我还要你们杨家给我母亲道歉，还她清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岳小飞同学，我知道你今天来就是为了钱。当初那笔抚恤金大概20万，我今天加倍给你40万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母亲的牺牲和荣誉是能用钱衡量的？你觉得那些被你抢走补助金的穷学生，他们的尊严是40万能买回来的？这钱你自己留着买棺材吧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们都已经给你钱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杨家必须公开承认夺走了我母亲的名誉，霸占了英烈子女的高考加分名额，立刻退还挪用的抚恤金，还有冒领3年的贫困助学金。你们全家主动去警局自首，接受法律的审判。岳小飞，你是不是偏好饭吃多了，出现幻觉了？知道我爸在江城的地位吗？就你这种穷小子，也敢跟我们杨家叫板？哦，是吗？那按照你的逻辑，如果我比你们更厉害，是不是也可以任意宰割你们？你谁啊？在这儿插什么嘴？我是岳小飞的长辈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，原来是岳小飞找来撑场子的亲戚。死老头，快滚回去吧！敢管我们杨家的闲事，信不信我让我爸找人废了你？找死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死老头，怎么我说错了吗？一个快进棺材的老东西，还想学人家逞英雄？他笃定高子胜能逍遥法外，就说明岳小飞背后根本没靠山。有种的话，就去隔壁宴会厅找我爸，我爸杨国华就在那儿。有些人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也未必肯回头，那就让他们看看这墙有多硬。小飞，跟我来。爸，他说我们侵占什么烈士的抚恤金，逼着我们去自首，还说要让我们杨家破产。
什么？他没想到半年前的事竟然会东窗事发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。老头，你是谁？我是岳小飞的长辈，今天来是替他讨个公道。你女儿杨娇娇挪用英烈抚恤金，冒领贫困助学金，骗取高考加分，还侮辱英雄家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女儿乖巧懂事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老东西，我看你是故意找茬。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清楚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现在就去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；要么我亲自动手，让杨家彻底破产，绳之以法。你以为你是谁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大舅哥吴良德现在可是汉东省交通厅2把手，实权副厅，整个汉东的高速公路项目都归他管。30亿的订单刚到手，你动我试试？谁说这个项目归你了？通知交通厅，将承杨家承揽的30亿高速公路项目即刻终止，所有涉及杨家的工程招标全部作废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这项目的开工令都下了，明天就破土动工，谁也拦不住。看见没？肯定是来催我明天开工的。杨总，刚刚接到厅里紧急通知，你那个30亿的高速公路项目被终止了，所有合同全部作废，后续招标重新进行，而且明确规定，江城杨家及其关联企业永久不得参与。不可能，老东西，私自断我项目，知道要承担什么后果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？汉东省委。别怕，这老东西就是个骗子。真要是汉东省委领导，岳小飞当初能被高子胜欺负，至于扛扁去贵军区吗？我这就打电话给大舅哥。大舅哥，你快来，出大事了！有个老头自称是汉东省委的，带着人来砸娇娇的升学宴，他还说要断我们30亿的高速公路项目。现在项目真被停了，你快过来！省委的，今天汉东省委是有领导来江城，但都在青山陵园参加烈士祭扫，怎么可能去你那儿？他姓什么？这个姓沙，看着得有60多岁了，老东西特别狂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不一会便赶了过来。大舅哥，你可算来了。吴良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沙书记。吴良德，你可知罪？死老头，你装什么装？我舅舅可是交通厅2把手，你真是活腻了！信不信我舅舅动手就能让你蹲大牢？住口！姑奶奶，你可快闭嘴吧！没看到我都下瘫了吗？老东西，没听到舅舅让你住口吗？但这还不够，你必须给我跪下道歉，不然，舅舅，你打我！沙书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杨家，是他们撺掇我的，我跟他们早就没关系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这位就是汉东书记沙振江。沙书记，我们错了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教唆娇娇的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放过他们父女俩吧。沙爷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让我做什么都行啊！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岳小飞的母亲，叫叶青梅。1年前汉东爆发疾病，是叶青梅通宵达旦研发，拯救了几百万百姓的性命。你们一家的罪行罄竹难书，人神共愤。今天我沙振江要是不管，那会被戳一辈子脊梁骨的。岳小飞之前拿了你母亲20万抚恤金，我100倍赔偿，给你2000万，不，2亿。我马上把你母亲的坟迁出最陵，建最豪华的陵墓，再把杨氏集团的股份分你一半。钱？你以为我母亲的名誉能用钱衡量？你以为英雄的尊严能拿股份抵消？2亿，杨氏集团，在我眼里，这些连我母亲坟前的一抔土都不如。岳小飞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一时糊涂。你看我这么漂亮，考上了龙都电影学院，以后肯定能当大明星。只要你肯高抬贵手，我给你当女朋友好不好？不，当奴婢也行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这种贱人，连给我擦鞋都不配！沙振江拿出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。刘书记，严查吴良德和杨家以权谋私，侵占英烈抚恤金，冒领高考加分。另外，立刻恢复叶青梅的汉东英雄称号，昭告全国。很快，宴会厅恢复了平静，这场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小飞，这块表陪了我30年了，从乡村基层到省委大院，见证了太多风风雨雨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算是个念想。沙书记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拿着，我希望你带着它，能记得今天的道理。总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。谢谢您，沙书记。你敢信高子胜竟不是高天省的亲儿子，而是江碧池和他背后主子的人？他主子通过手段把高子胜给弄了出来，高子胜立马策划了一场针对岳小飞的阴谋。你好，岳小飞，我叫唐仙儿，是高子胜的未婚妻。请回吧，无论你是来替高子胜求情，还是想做什么，这儿都不欢迎你。高子胜犯下的错，我绝不会原谅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求情的。说实话，我和你一样讨厌高子胜。那个嚣张跋扈的花花公子，谁会喜欢？我想跟你单独聊聊，上车吧。
找个地方细说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我一个女孩子还能吃了你不成？好吧。半小时后，两人来到了市中心的大酒店。有话直说吧。我和高子胜的婚事是家族安排，我爸想靠上高家这棵大树，才把我推出去。你也知道高子胜的德性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，甚至觉得恶心。可我没办法反抗。唐家虽然有钱，但在高家面前不够看，我只能假装顺从，等一个机会摆脱他。现在机会不是来了吗？高子胜已经被抓，你们的婚约自然也就作废了。被抓？哈哈哈，你太天真了，真以为他会有事？实话告诉你，他已经离开了看守所，保外就医，在大庄园里面嗨皮呢。什么？这世上难道没有王法了吗？他高子胜该吃吃该喝喝，活得比谁都滋润。我差点被几百个混混打死，他却在豪华庄园里逍遥快活。回答我 ，Look in my eyes， 这公平吗？这合理吗？唐小姐，今天你找我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合作。我手里有高家的黑料，都存在一个 U 盘里，只要把这些交给沙书记，高家肯定会垮。到时候高子胜身败名裂，我也能彻底摆脱婚约。谢谢，我会帮你转交的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礼物给你。只见唐仙儿缓缓褪去衣物。岳小飞，你差点被高子胜弄死，不想报复他吗？最好的报复方式，不就是把敌人最在乎的东西抢过来？难道不是最好的报复？我是高子胜的未婚妻，但今夜你想做什么都行。唐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拿这个考验干部？请自重，我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，更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报复别人。什么？是我不够漂亮吗？还是你不行？根本不喜欢女人？唐小姐，别装了，你是高子胜派来的，想用美人计陷害我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高子胜派来的？我明明那么讨厌他，恨不得他牢底坐穿。我相信你确实讨厌高子胜，但是你费尽心思，不就是想拍下我的不雅视频？说吧，你身上藏着的偷拍设备到底在哪？我没有。唐仙儿下意识的否认，双手却不自觉地捂住了胸口。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唐仙儿，你伙同高子胜陷害我，证据确凿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跟他一样尝尝牢狱之灾的滋味。别血口喷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摄像头，说不定是你故意放在我身上的。现在怕了？没那么容易，把高子胜的阴谋诡计全说出来，否则别想离开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信不信我分分钟就能把你关进去？吓唬谁呢？之前那些大佬帮你一次已经仁至义尽，你当自己是谁，能随便使唤他们？别做梦了。是吗？那如果我认了汉东沙书记当干爷爷呢？你觉得他会不会帮我这个忙？什么？岳小飞没有给他怀疑的时间，直接拿出手机找到沙振江的号码拨了过去。干爷爷，是我小飞。他故意开了免提，让唐仙儿听到沙振江的声音。现在你还觉得我在吓唬你吗？你和高子胜合起伙来陷害我，我要是跟干爷爷说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？就算高子胜后台硬，可以逍遥法外，但你们唐家呢？有那个实力跟沙书记抗衡吗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唐家彻底破产，让你爸妈跟着你一起倒霉。唐仙儿彻底慌了，他之前有恃无恐，就是觉得岳小飞没有靠山。高子胜那个混蛋竟然没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本小姐还年轻，不能就这么坐牢啊！慢着，我说，高子胜让我用美人计勾引你，拍下亲密照片和视频。他说3天后是江城一中的毕业典礼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在场。他准备买通毕业典礼的工作人员，在你演讲的时候突然播放那些不雅视频，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再也不是英雄之后，只是一个私生活混乱的败类。之前那些大佬非但不会再保护你，甚至会跟你撇清关系，而高家就能报复你，把你打入18层地狱。好，很好，他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那我就先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唐仙儿，我要你帮我做件事，你回去告诉高子胜，就说计划成功了，你已经拍到了我的不雅视频，让他放松警惕。就这？当然不止，接下来你这样。几分钟后，听完这个计划，唐仙儿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岳小飞，你的计划也太狠了吧！要是真这么干了，比杀了高子胜还狠。比起他对我爷爷、我母亲做的那些事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我需要你的把柄，只有让你变成共谋，绑在一条绳上，我才能放心。否则，你将今天的事告诉高子胜，那怎么办？事成之后，我会跟干爷爷说，让他帮你解除和高家的婚约。另外，
保证唐家不会受到任何牵连。解除婚约这4个字像一道光，瞬间照亮了唐仙儿的眼睛。好，我答应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每一步都要听我的安排，不许出任何差错。计划成功，视频到手，等毕业典礼给岳小飞致命一击。哈哈，好，来人，老子今晚要学外语。高嫂，人带到了，在地下室。宝贝们，让哥哥好好疼你们。但下一刻，他傻眼了。只见地下室内7、8个身材魁梧、肌肉发达的黑人壮汉。你们是谁？走错地方了吧 ？Come on, boy, don't be shy。那几人对视一眼，朝高子胜扑了过去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。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些大黑牛是怎么进来的？高嫂不知道啊，昨晚我们一直在大门口搜着，没看到闲杂人等。一群废物！查，给我查！一定要把那些混蛋找出来！可查了半天，监控录像偏偏坏了。高子胜知道肯定有人在恶搞自己，但这种事太丢人了，他根本没法跟爸妈告状，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算了，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。等过几天，我就让岳小飞在大庭广众之下身败名裂，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到时候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？只因高子胜在毕业典礼上准备播放岳小飞的不雅视频，谁曾想放出来的竟是他自己被蹂躏的画面，因此直接派人将岳小飞绑架，准备亲手接过他。高子胜不是要见我吗？他人呢？高少在市中心剪彩，晚上回来再陪你好好聊聊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刀哥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刀哥，人带过去了吧？让岳小飞接电话。岳小飞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昨天让我在全江城人面前出丑，那视频现在还在网上疯传，这笔账咱们可得好好算算。高子胜，你敢绑架我，就不怕我找沙爷爷告状？沙爷爷，哈哈哈！等你死了，看他还认不认你这个干孙子。要不是我想亲手弄死你，早在路上就让刀哥结果你了。懒得跟你废话了，晚上回去再慢慢收拾你。看好他，别让他耍花样。我出去一趟，晚上回来换班。嘿，小子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脚镣可是实心钢铁做的，没钥匙的话，除非你把脚剁下来，否则别想打开。岳小飞咬着牙，又尝试了几次，脚踝疼得钻心，却毫无作用。就在心灰意冷之际，手上的手表亮了一下，这是智能手表，还能打电话。岳小飞眼睛一亮，觉得看到了希望，但很快又熄灭了。他根本背不出沙镇江、林铁军和雷震的电话号码。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张照片，照片背面写着赵萌生的电话号码。虽然当时照片受潮，最后2位数字模糊不清，但前面的9位数字他记得清清楚楚。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98次电话接通。请问是赵萌生叔叔吗？你找谁？打错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号码99。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，眼神里重新燃起一丝决绝，按了下去。电话的等待音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将军，您的特殊电话响了。赵山河的脸色瞬间大变，一把夺过电话。这部电话是加密的，知道号码的人屈指可数，都是龙都的顶级大佬。无论是谁打来的，都必定是10万火急的事情。你是赵萌生叔叔吗？我是赵萌生，孩子，你是谁？我叫岳小飞，是岳长龙的儿子。爸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让我有事就找赵叔叔。我被关在江城玄武山庄地下室，高子胜，他说回来就杀我，求您救救我。高子胜，玄武山庄，他记住了。小飞，你别怕，告诉叔叔，你现在安全吗？我没事，就是被他们用脚镣锁住了。他们在看球赛。臭小子，嘀咕什么？不好，他手表有问题。混账，还敢求救？找死！高少虽然说不能弄死你，但没说不能打你。虽然手表被摔在地上，但通话并未中断。可恶！查江城玄武山庄的位置，立刻马上北击，最高权限直飞江城，谁敢阻拦，格杀勿论，10万亲兵随本江出征。很快，这前所未有的大动静瞬间惊动了各方。赵山河，停下！我命令你立刻带着所有手下降落。你知道这么做会引起多大的动荡吗？首长，今天谁来了都不管用，我必须去江城。你疯了！你刚立下颇天大功，马上就要封帅了，这个时候抗命，值得吗？值得，老连长是我的恩人。大哥，豪泽，现在他儿子身陷险境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都坐下吧，刚才的话老夫都听到了。赵山河此举确实违了纪律，不合规矩，但老夫戎马一生，见惯生死，悟得义理。军法可恕行，不可恕心。想当年我们提着脑袋上战场，
为的是什么？非为功名，也非利禄，为的是身后家小，能保周全，为的是袍泽后人，不受欺辱。今日战友之子受难，赵山河冲冠一怒，是血性，是义气，也是我龙国军魂所在。若见战友之后受辱而冷眼旁观，他日沙场谁肯为袍泽挡刀？谁肯为家国死战？军纪固然重要，但人心更重要。军纪如山，这是铁律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军人没了血性，跟机器有何区别？当年我们打鬼子，绝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。赵山河护的不光是战友的儿子，更是军人的尊严。这股血性不能压。我知道诸位有所顾虑，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有些事情就算千万人阻挡，亦要为之；有些底线就算纵粉身碎骨，亦要守住。赵山河此举，就算有天大的干系，老夫亦坚扛。所有将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调动10万铁军。原则上不行，可徐老就是原则。你刚才说那孩子姓岳？是，他叫岳小飞，是赵山河以前老连长的儿子。哎，老夫当年也有位姓岳的故人，他当年为掩护我，在一次突围中失散，阔别60年，想来他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战神，玉泉山那边，徐老亲自下令力挺你，沿途空域全部开放，江北已经派出接应部队。徐老的支持如同一剂强心针。还有多久能到江城？就算保持超音速巡航，最少也要半小时。半小时？不行，太慢了。对了，江城进大炮。当年他转业后，不是被安排到江北省警厅了吗？快！飞虎大队紧急集合，目标江城玄武山庄。哎呦，还是个硬骨头，往死里打，看他能撑多久。997、998、999。臭小子，你数什么呢？数你们打了我多少下。等我赵叔叔来了，一下都不少，要偿还在你们身上。哈哈，这小子被打傻了吧？还赵叔叔，求救电话都被老子摔碎了，谁能来救你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地下室的铁门被猛地撞开。谁他娘敢动我大侄子？先问问我进大炮的枪。领导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是高家的人啊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老子打的就是高家，拿下！孩子，对不起，叔来晚了。叔叔，您是？我叫靳大炮，以前是你爸的兵，刚7连的炮兵排长，现在是江北省警厅副厅长。刚才是你赵叔叔给我打的电话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岳小飞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，小心疼吧？忍，叔，这就带你去医院。靳叔叔，我撑得住，但刚才他们打了我1086下，请你替我报仇。给他们松骨头，不多不少，1086下。金大炮扶着岳小飞一步步走出了阴暗的地下室，身后是2个大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只因高家绑架岳小飞，赵萌生赶到后，竟直接炸了他家刚竣工的楼。天哪，这……岳小飞一脸的不可思议。赵叔叔说要给高家送的大礼，竟然这么的惊天动地，这不合理，但特么的非常公平。赵叔叔，谢谢你为我报仇，为我们岳家报仇。小飞，之前他们不是要拆你家房子吗？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是我该做的。高家父子俩此刻像是丢了魂，呆呆的站在原地。姓赵的，你好大的狗胆，敢炸我高家的楼！知道这楼值多少钱吗？20亿，整整20亿啊！你毁了我们高家的基业，毁了我们高家的一切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刚才的礼物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。你别危言耸听，你就一个人，难道还能翻天不成？我们高家在江城经营这么多年，关系网遍布各个角落，你斗不过我们的。所有能喘气的，都给我来高氏大厦广场，带上家伙，拿不下那3个杂碎，你们都别活了。跟我比人多，姓高的，你大言不惭！现在睁大眼睛看清楚！赵萌生抬手指天，众人一愣，下意识的抬头，然后所有人都僵住了。1架、2架、3架、10架、100架、1000架。过了一会，周围的街区就被彻底包围，里3层外3层全是穿着迷彩服的士兵。启禀大人，北境10万将士集结完毕。话音刚落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出现在众人的视线。周政委，您可来了！您快看看，这个北京来的疯子擅自带兵闯江城，毁了我20亿的大厦，还扬言要血洗高家，这简直是目无王法！
他根本没把我们江北省军区放在眼里。闭嘴，高总，我们可不熟。江北省军区周红兵奉龙都总指挥部命令前来报道。我们不服，就算他是将官，也不能这样滥用职权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要去向山河战神告状，告他仗势欺人。向山河战神告状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北境300万疆土的掌印者，他就是山河战神赵山河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赵山河？你这个畜生，让你惹事，让你去招惹岳小飞。现在好了，我们高家全被你害死了。爸，我错了，我哪知道那小杂碎有这么硬的后台？你快想想办法，一定要救我！别喊我爸，你个野种，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扫把星，别连累我。你说谁是野种？我是野种，那你是什么？你当年做的那些龌龊事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不是我妈给你铺路，你能有今天？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遗言要说？赵战神，您是大人物，可能不认识我这种小角色，但我老婆您或许听过，她叫江碧池，她在江北可是出了名的贵妇人，神通广大，跟龙都的许多大佬都有交情。您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高抬贵手放我一马。我的确知道江碧池，不过就她也配叫神通广大的贵妇人？一个野鸡罢了，她根本不是什么权贵，就是个靠着出卖色相往上爬的贱货。当年在龙都，她为了攀附大佬，什么下三滥的事情没做过，跑到江城来装什么贵妇人？高天雄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这种隐秘被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爸，怕什么？这时高子胜却满脸的不服气，他一想亲爹说不定是哪位大佬，因此恢复了几分底气。事情闹成这样，本少爷不装了，我今天就是请岳小飞回家做客，是手下不懂事打了他几下，又没把他打死，最多坐几年牢，出来后老子照样是亿万富翁。高天雄都懵了，他没想到高子胜狂到这种地步。赵萌生是山河战神，有权有势，能调动千军万马，但总不能抢我们高家的钱吧？赵萌生懒得再说废话，掏出手机，他就是要把高子胜所有的希望都掐掉。与此同时，龙都赵家，赵伯，那个江碧池又来了，他带了一卡车的礼物，还拿了一封推荐信，说是君老的亲笔信，想求见老爷子一面。君老，他是老糊涂了，给这种人写推荐信，告诉那个江碧池以后别再来了，脏了我们赵家的地。就在这时，赵伯的手机突然响了。赵管家，3分钟内我要江城高家破产。是，大少爷。江城这边，高天雄听到3分钟让高家破产，也怒了。他承认，论权势，他只能认怂，可要一句话就能让他打拼一辈子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，他打死也不信，索性也不装孙子。姓赵的，你别在这里危言耸听，高家根基深厚，岂是你一句话就能撼动的？3分钟不到，高天雄和高子胜还有刀哥的手机陆续响了起来。老板，不好了，我们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，公司总部和各地分公司全被查封了，股价被不明势力疯狂狙击，已经跌到谷底了。还有工商、税务、消防的人全来了，说我们涉嫌偷税漏税、非法经营，要彻查到底。所有合作方都发来了解约函，还要求我们赔偿巨额违约金。现在我们不仅破产了，还背上了几十亿的债务。高少，完了，您名下的房产、豪车全被查封了，连您存在海外的账户也被冻结了。还有，您和那些大黑牛的视频也传到了海外，登上了热搜头条，您变成大网红了。大哥，咱们在城南、城西的几个据点全被端了，上千个弟兄，一个都没跑掉，都被抓走了。这下怕是要在里面好好深造几年，算是吃上国家的饭了。高天雄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还玩个屁！你到底是谁？你绝不只是战神，你还有什么身份？我的身份你们不够资格知道。来人，把这2个罪犯带下去，严加审讯。赵萌生，就算你是战神，也没有执法权，更不能私自判刑。我要报警！你们这是滥用职权！巧了，老子现在暂代江北省厅1把手，把这对父子带走。接着，警员们驾着贪婪的高家父子迅速离开。江城高家此刻开始彻底覆灭。江碧池在得知高家覆灭的消息后，立马找到君家二爷，二人商量，决定花1000万美金，请暗网的修罗店出手解决岳小飞。谁曾想，修罗店店主竟是岳小飞的亲大哥。暗网那个刺杀岳小飞的任务，修罗店接了。什么？店主，您忘了，咱们修罗店有规矩，不准接龙国的任务，更不准伤害龙国的人。那个岳小飞是龙国人，而且满门忠烈。规矩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而我之所以接下任务，是为了麻痹那个发布悬赏的江碧池，让他以为我们会动手。即日起，通告全球地下组织，岳小飞被修罗殿列入最高级别的白名单，由我亲自罩着。
谁敢动他？不管是哪个组织，不管背后有什么靠山，都是与我修罗殿为敌。立刻调查江碧池，我要他的一切资料。店主，咱们修罗殿的业务范围一直集中在海外，龙国境内几乎没有部下沿线。毕竟您当年定下规矩，不准我们踏足龙国，现在要查江碧池的底细，恐怕需要大量时间，至少得1周才能收集到完整情报。1周太慢了，我等不起。就在众人沉默时，岳峰摸出另一部手机，逆鳞，一个沉睡了5年的代号在他脑海中浮现，全称为龙国国安7局逆鳞特别行动小队。他是龙国藏在暗处的利刃，是守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过往暂不解释，我今日上线，需查一人，江碧池，她是江城高家的女主人，我要她所有的资料，包括家庭、人脉、过往的黑料，10分钟内我要看到。江碧池，我知道，他当年靠着墩墩武讨好君家二爷，才让高家在江城站稳脚跟。我这就调他的户籍资料。我查到了，他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高玉凤嫁入龙都世家，二女儿高玉燕嫁给了魔都财阀，都是靠君家的关系才攀附上的。君家二爷的外室就是他，我有他这几年利用君家关系在江北胡作非为的证据。我还查到他偷偷联系境外势力。10分钟不到，江碧池的所有资料就被整理成一份文档，发送到了岳峰的手机里。诸位，我知道逆鳞不可随意杀人，也不为难你们。他不是很会跳墩墩舞吗？把他送到江城的花月街，关在最底层的场所，让他每天接待100人，为期1个月，1天都不能少。我现在还在海外，暂时无法回国。我弟弟名叫岳小飞，身处江城，危机四伏。从今天起，必须有逆鳞的人在他身边守护。天龙大人，我去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暗中保护即可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安排好一切，岳峰收起手机。5年前，他假死离开龙国，来到海外，一手创立了修罗殿。不是不愿回家，而是不能。一旦归国，假死的消息就会暴露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黑手会再次席卷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是修罗殿之主，是暗榜前3的强者，已经成长到足以令敌人胆寒的地步。岳小飞啊，岳小飞，你就等死吧！谁？江碧池吓得尖叫起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瞬间被制服，死死地按在墙上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有钱，你们放了我，我给你们钱，多少都行。江碧池，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什么？江碧池愣住了，脑子里飞快地回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大人物。我没有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是君二爷的女人，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君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君家在我们眼里，君家什么都不是。我们老大说了，你不是喜欢墩墩舞吗？正好8大胡同的花月街缺一个会墩墩舞的，把你送过去，待满1个月才能出来。花月街？花月街是什么地方？他比谁都清楚。不，我不去，你们不能送我去那里。我给你们1000万，不，1个亿，你们放了我好不好？晚了，从你得罪我们老大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这个下场。记住，在花月街的这1个月，别想着逃，也别想着求救，只要你敢动一下歪心思，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天龙大人，任务完成，江碧池已经被控制，正在送往花月街的路上。做得好，记住，看好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要让他好好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是，天龙大人。多找一些关了几年刚放出来的犯人，去关照江碧池的生意，让他好好享受这一份奖励。江城第一人民医院，岳小飞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。谁啊？打错了。岳小飞，别挂电话，我知道你要追查的事。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哥岳峰根本没死，你父亲岳长龙也没有坐牢。你说什么？我哥没死，我爸也没坐牢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知道的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只知道他们下落。想要知道你哥在哪，想要知道你父亲为什么失踪，3天后去魔都金库找到001保险柜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，送到我指定的地方。你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不去呢？那你就永远别想知道真相，别想找到你父亲和哥哥，还有别想着查我的身份，你查不到的。说完直接挂断。岳小飞再打过去只是空号，显然对方是早有准备。岳小飞立刻拨通靳大炮的电话。靳叔叔，帮我查个号码，刚才有人用它打给我，说知道我爸和我哥的下落，现在却成了空号。几分钟后，靳大炮的回复带着无奈。小飞，查不到，对方用了境外多层加密，技术科破不了，这是专业级的手段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岳小飞犹豫了一下，找了个借口。靳叔叔，可能是诈骗电话，麻烦您了。挂了电话，岳小飞思绪翻涌，高家父子刚被逮捕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神秘人，一个个阴影笼罩，近在咫尺。既然对方要他去魔都金库拿东西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，也许真相很快就能揭开。
岳小飞和林小璐一同赶往魔都后，神秘中少以龙头杖为业，说动青蒙杜三爷，准备干掉岳小飞。在一场宴会上，高玉燕为了报复岳小飞，伙同老公厉飞宇设计做局，结果被白家大小姐白冰轻松化解，并当场被打脸。白小姐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不光是白家大小姐，还是白虎。白虎？嗨嗨，就算他是，也没必要告诉自己吧？喂，别想歪了，我是你大哥岳峰的朋友，来自于7局的逆鳞小队，代号白虎。原来是代号啊！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我大哥的朋友？你说的7局逆鳞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问题压在岳小飞心里太久了。白冰随后解释起来，详细内容请看第10集。原来如此，白小姐，难怪之前在外滩18号你那么罩着我。对了，前阵子我收到一个匿名电话，说知道我父亲和大哥的消息，还让我来魔都金库取奶奶留下的东西。我本来还担心是圈套，现在有你在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。魔都金库，对方在暗处，恐怕一直监视着你。咱们这就去魔都金库，引蛇出洞，有我在，就算遇到埋伏也能应付。随后，岳小飞和白冰赶往魔都金库，他们这一去，魔都各方势力暗流涌动。白小姐，您要打开哪个保险柜？这个，这是001号保险柜的钥匙。您是陆家的后人？我奶奶是陆兰心，这把钥匙是她留下来的。接着，他们进去之后，发现了一尊半人高的金色宝塔。这是金灵宝塔，我在家族的古籍里见过记载，以前的顶级世家会用这种金灵宝塔存放最核心的秘密，而且按照规矩，这宝塔的5层抽屉对应着天地人神鬼武等，越往上存放的东西越珍贵。岳小飞看着这尊半人高的金灵宝塔，心里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。打开前3层，发现一张霞飞路1号的地契，一根龙头杖，魔都10大财阀的血气。天啊，岳小飞，这么说来，你现在就是10大财阀的主人，这可比龙头杖厉害多了。龙头杖只能号令青蒙，可这些血气能让你直接得到10大财阀1半的资产。10大财阀资产加起来至少1万亿，要是让他们献出半数家产，那就是5000亿。这不光是魔都首富，恐怕你摇身一变，直接就是龙国首富了。岳小飞看着桌上的10封血气，人都麻了。他斗地主账号里都没见过这么多的欢乐豆。可10大财阀会认可这些血气吗？万一他们不认，还会因为这些血气来对付我，那可怎么办？你放心，至少白家不会。而且你奶奶肯定早就想到了今天的情况，所以才用血气这种形式，而不是普通的契约。这血气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也是小时候听爷爷说过一些传闻，据说你奶奶陆兰心懂风水玄学，还能掐会算，帮10大财阀化解过好几次危机。爷爷说你奶奶立下的血气里面还加了数，要是有人敢违背血气，不管过多少年都会遭到天谴。可我来魔都不是为了这些财富，我只是想找到我父亲的下落。小飞，你可别忘了，这些不是别人施舍的，是你奶奶陆兰心留给你的，是陆家世代积累的家业。你是陆家继承人，手里有10大财阀的血气，只要得到各家的支持，就算杜三爷知道你有龙头杖，也不敢轻易动你。别光顾着说话了，第4层的抽屉还没打开呢，说不定里面有你更想知道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厉家带人闯了进来。陆家的继承人呢？001号保险库的主人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呵呵，厉家主，这密室里除了我和岳小飞，没有第3个人。小伙子，你就是陆家的继承人。岳小飞的奶奶就是当年陆家大小姐，是你们厉家先祖立下血气，世世代代要效忠的主子。厉家主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正准备开口，他说自己是陆家继承人，就是万一他是冒充的呢？说不定是白冰故意找了个演员，想让他当傀儡，趁机吞并咱们厉家的产业。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去查。查什么查？厉飞宇，你不懂规矩，我今天就教教你。妈，您看他多狂，竟然敢对我动手，这分明是没把咱们厉家放在眼里。今天要是认了这个假继承人，咱们厉家以后再魔都就抬不起头了。厉家主看向岳小飞的眼神越发犹豫。就在这时，其他财阀的家主们也赶到了。陆家少主在哪里？我是陈家景宁的后人，特来拜见。这位小友，请问你和当年的陆家大小姐陆兰心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奶奶。这些是当年各位先祖和我奶奶立下的血气，现在我代表陆家来拿回属于陆家的东西。慢着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这小子根本不是陆家继承人，黄金钥匙说不定是偷来的，血气也可能是伪造的。我一直在江城，连魔都都没来过，怎么偷得到只有陆家后人才能拥有的黄金钥匙？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白冰呢？她是白家大小姐，肯定知道陆家的秘密，说不定是他弄到了钥匙，找你当傀儡，想借着陆家的名义吞并其他财阀的产业。其他财阀家主纷纷附和，说是要验证身份。
白冰看着这一幕，气得咬牙。这些人分明是借验证身份的由头，拖延时间。各位也别忘了，当年若不是陆小姐出手相助，你们的父辈都在讨饭呢，哪有现在的10大财阀？现在陆小姐的后人回来了，你们不仅不认，还任由厉家小被污蔑，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2个字一出，其他家族脸色瞬间变了。天谴，我看都是骗人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？岳小飞，你不是想让我认主吗？有种你就把厉家的血气给我，我现在就撕了他！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谴到底会不会来。既然你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要是敢撕，后果自负。好，我今天就撕了他，让你知道所谓的陆家继承人，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泛黄的血气被撕成2半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脆响突然响起，厉家主低头一看，他胸口那块代代相传的玉佩竟然毫无征兆碎成了几块，掉在地上。这是当年陆小姐亲手送给先祖的，找高僧开过光，能挡灾避邪。当年厉家遭遇劫难，就是靠这块玉坠化险为夷的。现在它碎了，难道真的是天谴要来了？爸，您别自己吓自己，一块破玉而已，说不定是年代久了自己裂开的。巧合，都是巧合。厉飞宇话刚说完，厉家主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家主，不好了！宗祠里供奉的历代先祖牌位，刚才突然全部倒了下来，摔在地上碎了。厉家主踉跄的后退一步，指着厉飞宇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那除了牌位，还有没有别的损失？比如房子漏水、东西损坏之类的？没有，什么损失都没有。听到没有？就只是牌位倒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说不定是宗祠的地基不稳，或者是风从窗户吹进去，把牌位吹倒了。这跟天谴有什么关系？要是天谴真的厉害，怎么不直接让我倒霉？厉飞宇，你别太忘恩负义，没有我奶奶，哪有现在的厉家？切，厉家能有现在的一切，都是我先祖努力换来的。就算没有陆兰心，我先祖也能靠自己的本事在魔都立足。陆兰心都死了那么多年，难道还能从棺材板里蹦出来诅咒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厉飞宇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没钱没权。你想靠一张破纸就让我认主？做梦！书接上集，厉飞宇竟联合其他8家一同撕毁血气，怎料厉家、白家老爷子一同前来跪拜岳小飞。白老、厉老，快请起，2位都是长辈，这样的大礼我实在受不起。像，太像了，少主这眉眼，这鼻梁，简直和陆小姐年轻时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这面相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山根挺拔如峰，分明是龙盘凤翼之象。就在这时，厉家老爷子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地面，突然定格在了那些被撕碎的血气上。这怎么回事？血气？我们当年立下的血气，是谁把血气撕了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毁了陆小姐当年立下的契约？厉飞宇吓得往后缩了缩，不敢直视老人的眼睛。是厉飞宇，还有其他的家族，9家的血气都被撕毁了，唯独只剩下白家的还在。白正灵听到自家血气完好无损，欣慰地看向白冰。冰儿，你做得好，没有让白家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。厉飞宇，你给我过来！太爷爷！厉飞宇刚走到厉老爷子面前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见厉老爷子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。太爷爷，您怎么踹我？踹你？我不光要踹你，我还要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孙！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撕毁血气，这是要招来天谴的，厉家会被你害得家破人亡啊！太爷爷，您老糊涂了吧？什么天谴不天谴的，这都是迷信。要是真有天谴，您之前瘫痪在床那么多年，今天怎么能站起来，还能踹我？放屁！我这是回光返照，临死前的回光返照。太爷爷，就算我撕了血气，那也是大家一起撕的，除了白家，其他8家的大少都撕了，法不责众。您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打死吧？快，你们快跪下！所有人都给少主磕头道歉，宣誓效忠。只有这样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要是再执迷不悟，等天谴真的来了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太爷爷，您真是老糊涂了。现在是我爸当家做主，如果您再说这些胡话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把您送回山上休养，以后别再出来丢人现眼。你这个逆孙！我当年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东西，当初就该把你掐死在襁褓里。为了这点家产，连祖宗的恩义都忘了，连陆小姐的恩情都敢忘，你还是人吗？您为了一个外人岳小飞，就要我们交出厉家多年积累的资产，我看您还不如一直卧病在床，甚至早点嗝屁呢。
省得在这里碍事。这番话可谓大逆不道至极，在场不少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逆孙啊，你可知道，当年若非陆小姐出手相救，我厉伯文至今还是个倒斗的小贼，整天与尸体打交道，哪来今日的荣华富贵？厉老说的没错，人可以蠢，可以笨，但绝对不能忘恩负义。今日你们撕毁血气，忘了恩人的恩情，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此举必将招致恶果。够了，不就是当年给了点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陆小姐当年给了厉家几十根金条，几万两白银，我们厉家原价还给你就是了。按照现在的金价银价折合成现金，一分不少你的。原价偿还，你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70年前的一根金条能买一套4合院，能让一家人吃穿不愁。70年前的1万两白银能开10家大商铺。现在呢，你们用现在的钱去还70年前的恩情，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违背血气，忘恩负义，天谴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都要折寿，家破人亡，一个也躲不掉。哈哈哈，报应！天谴真是太可笑了。昨天我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花了整整300亿，买下了缅国最知名翡翠矿帕赶老坑整整50年的经营权。无知小儿，撕毁血气，背信弃义，必遭天谴。你这矿恐怕是有命买，没命享。要是真有神灵，要是陆小姐在天有灵，那就让她显灵了，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报应。话音未落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什么事？我正在忙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缅国突然发生动乱，和我们签合同的军阀被乱枪打死了。新上位的军阀宣布，之前签订的所有矿产合同全部作废，属于非法交易。我们的矿没了，300亿全打水漂了。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，狠狠劈在厉飞宇头顶。报应，这就是报应啊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撕毁血气，背信弃义，这就是天谴啊！厉家完了啊！岳小飞在一旁看得心神俱震，血气的威力竟恐怖如斯。厉家的天谴来了，那其他8家岂不是？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刺耳的手机铃声接连响起。其他8家不是核心资产瞬间蒸发，就是巨额投资血本无归，或是现金流被彻底锁死，天价索赔接踵而至，没有白家安然无恙。活该，这就是忘恩负义的下场。刚才参与撕毁血气的各家财阀，竟纷纷开始鼻血长流，有的头晕目眩，有的胸口发闷。少主，我们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愿意缝合血气，愿意弥补1半家产，不，更多也可以，只求您救救我们。扫把星，都是你害的，害我们变成这样。原谅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更何况，就算我原谅你们，也无法阻止血气的天威。你们真以为10大财阀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，是靠你们自己的本事？是陆小姐，是靠着她当年的庇佑和点拨，才换来你们家族改命的机会。如今你们自毁长城，亲手撕毁了血气，就等于放弃了陆小姐最后的庇护。那你们积攒的那些福财灾祸，自然会找上门来。还有，这血气根本不是陆小姐逼迫我们所签，而是我们拿了天大的好处，于心难安，自发恳求陆小姐立下此契。陆小姐推辞了很久，最后拗不过我们，才立下了血契。此时此刻，一股绝望瞬间涌上各大财阀的心头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但这一次不再是家仆之气，而是家奴之气。魏仆尔等仍是自由身，保有家产，只需效忠，但为奴少主一言，可决尔等生死荣辱，尔等所有皆为主家资财。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住了。这是将自己和整个家族生杀大权彻底交给了岳小飞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不想死，不想家族彻底灭绝，就签下家奴血契，这是唯一能换取一线生机的办法。众人不再犹豫，纷纷表示愿意，不再有其他念头。不对，这不对劲！如果是诅咒，是血气的反噬，为什么我没事？这一定是岳小飞和白家的阴谋。你没遭天谴，原因很简单，你厉飞鱼根本就不是厉家的种，凭什么触发厉家先祖立下的血誓？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为了打击我，竟编出这种荒唐的理由，你不得好死！白冰拿出手机，快速调出一份资料，拿给厉家主。他越往下看，脸色越难看。你这个孽种，我聪明一时，竟然帮别人养了20多年的野种，我真是瞎了眼。从今天起，厉飞鱼不再是厉家的人，我正式将他逐出厉家，从族谱除名，
收回他所拥有的一切，还有高一燕一并逐出。岳小飞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你不得好死！还想报复？厉家主，把他拿下，还有高玉燕一并关起来，等着接受调查。是，少主。接下来，各大家主们纷纷跟岳小飞签订契约。当血契签订完成，他们之前的症状全部消失。从今天起，岳小飞成为了真正的魔都财阀之主。岳小飞打开了宝塔的第4层，里面只有一叠泛黄的信纸。陆振华，少主，您是说陆振华？这信是陆振华小少爷写的？小少爷？没错，陆振华，他就是您奶奶陆兰心小姐，那位早年神秘失踪的亲弟弟，陆家名正言顺的小少爷。当年陆家巨变，小少爷离奇失踪，音讯全无。少主，快看看信里写了什么。岳小飞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向信纸的开头，缓缓读出了声：兰心阿子如，当你见到此信时，弟并不在国外，而是自愿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从军、杀敌、报国。阿子莫惊，更莫要悲伤，且听弟细细道来。月前，都因鬼子觊觎我陆家庞大家业，更知我是陆家独苗，竟开出天价悬赏，欲行绑架之事，妄图以我之性命，胁迫阿子妥协，行那卖国求荣之勾当。阿子为我安危计，煞费苦心，安排船票行程，命我即刻远渡重洋，避此祸端。阿子爱护之心，弟铭记于心。然国难当头，山河破碎，鬼子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，多少同胞家破人亡。我陆振华堂堂7尺男儿，岂能苟安于海外，独善其身？若如此，纵活100年，又有何颜面去见陆家列祖列宗？故弟悄然下船，逆着逃难的人流，奔赴枪炮声最炽烈之处，半道遇着一队退下来的兵，却还嘶喊死守我。我冲上去，问他们往何处去，答曰要往4行仓库与谢团做会合。我当下再不多想，便随他们往北去。阿子，你可知那是何等光景？我们一路退，一路打，身边的弟兄倒下一个又一个，有的才10几岁年纪。我与许多被打散的弟兄们，最终被收编，汇聚于4行仓库。阿子，这4行仓库，这其中大半产业，皆与我陆家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。未曾想，今日弟竟要依托自家参与建造之堡垒，与鬼子做殊死一搏。鬼子不知我军虚实，投鼠忌器，生怕误伤租界洋人，引发国际争端，故不敢使用飞机轰炸与重炮轰击，只能以步兵强攻。此时乃我等之幸事。然战场之残酷，远超弟之想象。鬼子将领猖狂叫嚣，扬言3小时内必下此仓库，要将我等赶尽杀绝，一个活口不留。阿子，此信既是家书，亦是弟之战地遗书。若弟不幸战死，绝无悔恨。弟今日所为，非为陆家之产业，非为买办财阀之利益，更非为博取虚名。只因这魔都，非我陆家之魔都，非权贵买办之魔都，乃是我4万万同胞之魔都，是龙国百姓之魔都。我陆振华不仅是陆家之子，更是魔都百姓，是龙国人民之一员。保卫家园，驱逐敌寇，乃我辈本分。此一战不输英雄榜，便图烈士碑。弟愿与谢团座及麾下800壮士同生共死，以身筑墙，告诉鬼子，我龙国儿女宁死不屈。此时岳小飞继续打开第2封信。阿子，我们还活着，但不知还能撑多久。鬼子的进攻一波猛过一波，我们已经打退了他们几10次进攻。我身边的弟兄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昨天还跟我一起分干粮，今天就倒在我面前。我们副班长叫阿生，对我极好，他总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少爷，却总把自己的水壶塞给我。他分干粮时总会多塞给我半块，说我年纪小，还在长身体，可他也不过才22岁。他说等赶走了鬼子，就回家娶媳妇，给爹娘盖新房子。我总跟他开玩笑，说要跟他一起回老家，尝尝他娘做的红薯粥。但就在白天，鬼子来了狠招，他们推着钢板阵往前冲，几十人一组，组成个铁乌龟一样的阵，一步步往前推。我们的子弹打不穿，手榴弹扔过去也被弹败。一旦让他们安置炸药爆破楼体，这仓库就完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阿生突然站了起来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有决绝，有不舍。他把7、8颗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，走到窗户边，
他纵身就从窗口跳了下去，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鬼子死伤一片。但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，湘江、李满仓、爹娘、儿子尽忠了。又一个弟兄吼着跳了下去。皖南、刘老五、老婆，对不住。江北、赵铁头，娃儿，好好长大。赣省、王爱国，俺先走一步，下辈子还跟弟兄们一起杀鬼子。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，每一声都像炸在我的心。那根本不是战斗，那是用命在填，用我们龙国军人的命去撞碎鬼子的钢铁。他们用命硬生生炸退了鬼子的进攻。他们不是跳下去死的，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去给后面的弟兄们换一个活下去、继续战斗的机会。我也想跟着跳下去，我真的想，我不能让弟兄们不负黄泉。可我刚站起身，一颗子弹就打穿了我的腿，我倒在地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，听着那一声声自爆家门后的轰然巨响。姐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勇敢的人，他们明明都有家，有爹娘，有想过的日子，却愿意为了陌生人，为了这座城市，把自己的命交出去。他们的血肉之躯击穿了鬼子的钢板，他们的钢铁意志，就算身躯腐朽了，也永远不会消失。我这条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，我必须好好活着，替他们看着鬼子被赶走，看着龙国好起来。阿紫，我们守住了4行仓库，可接到命令，要求我们退到租界，最后却是把我们带入了孤军营，还被人看守。鬼子派人来劝降过谢团座，当场就被谢团座骂走了，说我是龙国的兵，宁死不当汉奸。没过多久，谢团座就被暗杀了。阿紫，外面的枪声又响了，鬼子好像要冲进来了。我知道，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死期。我和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绝不能像囚徒一样死在这里，也要杀出去，跟鬼子拼了，能换一个是一个。这封信不知道能不能寄到你手里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。若问弟此生有何遗憾，为父阿紫多年抚养之恩，反累你担惊受怕。最后，弟只愿我民族早日强大，将来的子孙后代再不用经历弟等今日之屈辱与苦难，再不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钢铁洪流。龙国万岁！弟振华绝笔于孤军营。信念完了，最后这封信没有前面战斗描述的激昂，却带着一种更深沉的悲壮与绝望。现在的龙国有飞机，有大炮，有钢铁洪流，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陆振华少爷要是能看到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没错，陆振华少爷的遗愿实现了。今日之龙国已是傲立东方之巨龙，这盛世如您所愿。待到红旗满天下，马踏东营赏樱花。岳小飞在心中立下誓言，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和坚定。接着便打开了宝塔第5层，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木匣和一封朱红色的信。这是千机匣，里面有上百个机关，必须按照特定的步骤才能打开。一旦弄错一个步骤，匣子就会自行销毁，里面的东西也会跟着化为灰烬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放着吧？少主，不如先留着，等以后找到懂机关的人再慢慢解开。这是一封婚书。少主，陆小姐当年是何等身份，能与之订立婚约？这宁家恐怕是隐世不出的古老家族，但其势力范围根本不在江南，吾等孤陋寡闻。紧接着，一个护卫冲了进来，惊慌失措的大喊：报！青蒙杜三爷，他带了好多人，已经把外面围起来了。龙头杖在少主手中，杜三爷作为青蒙现任掌权人，说不定是过来认主的。绝无可能，厉老哥，你这些年一直在山里休养，可能不知这杜阿三的为人。此人心狠手辣，是踩着无数对手的尸骨，才坐上如今的位置。少主，这里不安全，您快走。想走晚了，这位就是陆家的后人吧？果然年轻有为。我是青蒙的杜三，今天来是想请你回去做客，聊聊这根龙头杖的归属，不知可否赏脸？不必了，我对青蒙的事没兴趣，也不想去做客。年轻人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好心邀请你，你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他请回青蒙。杜阿三，你看清楚了，岳小飞如今已是我魔都10大财阀共同效忠的主人，你敢动他一根毫毛，便是与我10大财阀全面开战。10大财阀共主，呵呵，好大的名头！你们联手，确实能让我青蒙伤筋动骨，甚至一蹶不振。但是诸位是不是忘了，你们在我的包围圈里，
如果真撕破脸，我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安全。不，阿三，休要猖狂！老夫现在就给尸首打电话，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动得了我们分毫。打，随便打。为了防止各位搬救兵，杜某来之前就让人用了最先进的信号屏蔽装置，而且不怕告诉你们，魔都金库外面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老天助我，既然你们都在这里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你们连同这位陆家少主全都请回去。到时候魔都的天就该变一变了。你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不就是想要龙头杖吗？我可以把龙头杖给你，这件事和他们无关，你放他们走。龙头杖我当然要，但是谁告诉你我只要这根龙头杖了？不妨实话告诉你，有位神通广大的大人物要你的命，今夜你插翅难逃。谁要我的命？总得让我知道对方的名字吧。龙都钟少。钟少？那个钟少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来历？八大门阀之一的钟家，龙都八大门阀传承数百年，根深蒂固，势力遍布军政商各界，能量深不可测。我们魔都10大财阀在他们眼里，恐怕只是比较大点的白手套而已。钟少要你3更死，谁敢留你到5更？认命吧，能死在钟少的手中，也算你的荣幸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拿下岳小飞，记住要抓活的。突然，一道怒吼声清晰地炸响在每一个人的耳边。他奶奶个熊！你晋爷爷来了！哪个不开眼的龟孙敢动我大侄子？老子把他软蛋给捏爆！你是谁？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晋大炮！我是江北省警厅代厅长岳长龙的兵。山河战神赵萌生的老大哥，也是岳小飞的叔叔。姓蒙的人一听到警厅厅长和山河战神，脸色瞬间大变。小飞，没事吧？靳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他娘的，本来该陪你小子一起来魔都的，结果厅里临时有个会，拖到现在。幸亏老子赶来了，不然岳家的独苗岂不是要被这些瘪三欺负了？进厅好大的官位，但你搞清楚，这里是魔都，不是你的江北。知不知道我背后站着的是谁？是龙都钟少。识相的，现在就离开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否则，钟少的怒火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代厅长能承受的。嘿，他奶奶个熊！钟少算个鸡毛！你特么就是搬出钟家祖宗！今天这事儿老子也管定了。在我靳大炮眼里，只有犯法的混蛋，没有惹不起的大人物。杜三爷直接懵了，这他妈真是个警厅，怎么比自己还像黑社会？瞅瞅你们这群瘪三样，拿几把破枪吓唬老百姓呢？真以为屏蔽了信号就万事大吉了？做你娘的春秋大梦！老子的人早就到了，江北飞虎大队就在外面，把这破金库围得跟铁桶一样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老子抱头蹲下，立刻投降！谁敢反抗，当场击毙！青蒙的人看对方那有恃无恐、嚣张至极的模样，顿时泄了7、8分。三爷，形势比人强啊！对方可是警厅，还带着飞虎大队，我们硬扛不起啊！要不先投降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以后让钟少想办法捞我们出来。杜老三，听见没？你的手下都比你看得清局势，赶紧让你的人放下武器投降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杜三爷张了张嘴，刚想说钟少不会不管他，你他娘的还敢磨蹭！你敢打我？靳大炮的巴掌又扇了过来，一下接一下，把他后面的话全给扇回了肚子里。打你怎么了？老子让你投降，听见没？给你脸了是吧？真以为拿个什么狗屁钟少就能压老子？瞪再瞪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灯泡踩？杜三爷气得浑身发抖，想让手下动手，但那些人都被靳大炮的气势给吓坏了，一个个眼神躲闪。给你们3秒钟考虑，放下武器，抱头蹲下。3、2。听到这倒计时，那些青蒙精卫就要丢掉手里的枪。不对劲！多年的江湖经验让杜三爷嗅到了一丝蹊跷。都不许动！靳大炮差点就被你给骗了，你在诈老子！你敢信？只因杜三爷拆穿靳大炮的计谋，靳大炮竟当场就要干掉他，结果杜三爷被保镖救下。杜三爷恼羞成怒，直接下令开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青蒙长老带人赶到，任岳小飞为主，随后与杜三爷彻底撕破脸皮。双方瞬间爆发了惨烈的内斗火拼，只不过片刻功夫便结束了战斗。岳小飞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，得罪了钟少，还连累了这么多人给你陪葬。去，把他给我抓过来，小心点，别弄死了。钟少要亲自处置他。几名精锐应声上前，准备抓捕岳小飞时，突然一道突兀的手机铃声响彻全场。奇怪，大家的手机都没信号，为什么唯独小飞的手机响了？
不可能，老子的信号屏蔽器明明还在运作。臭小子，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？岳小飞也懵了，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，当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，浑身猛地一震，是他的大哥岳峰。时间倒回5分钟前，修罗店总部，店主，国内白虎的信号突然消失，最后定位显示在魔都金库，信号被强制屏蔽，已经超过5分钟。魔都金库还有谁在那里？根据卫星监测，魔都10大财阀的家主以及青盟的人都聚集在金库内，初步判断白虎和苑小飞少爷可能遭遇了埋伏。立刻调动凌霄卫星，强行突破信号屏蔽，我要立刻联系上小飞。店主，凌霄卫星是咱们修罗店的底牌，动用它强行突破信号屏蔽，会暴露卫星的频段和位置，而且按照规矩强行介入他国区域通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的规矩就是护好我的家人，执行命令，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。是，如果小飞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踏平魔都，杀上龙都，也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。我劝你现在立刻缴械投降。你知道岳小飞的大哥是谁吗？上一个敢跟他作对的军阀，坟头草都几米高了。你和你背后的钟少根本不知道招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。杜三爷先是惊疑不定，但随即他又被白冰的话激怒，吓唬我。岳小飞的哥哥能是什么大人物？难道还能一个电话调来天兵天将不成？接，你倒是接啊！我特么倒要听听你那个所谓的大哥能放什么屁！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喂，你在吗？小飞，我在，一直都在。哥，你这些年去哪了？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你知不知道我？小飞，对不起，这5年我不能联系你，是怕连累你，不能让家里知道我还活着。但哥一直都在关注你，你在江城被人欺负，还有今天在金库遇险，哥都知道。现在把手机给那个叫杜三的。此时所有人心头都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杜三爷进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最先进的信号屏蔽装置。那岳小飞这个神秘的大哥不仅打通电话，甚至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。他到底是谁？隔着电话都能知道这里的情况，这怎么可能？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骨窜了上来，让他头皮发麻。你到底是谁？装神弄鬼？呵呵，就凭你也配知道我的身份？我不配！杜三爷对着手机疯狂咆哮，试图用声音掩盖内心的恐慌。老子是杜三爷，青盟的龙头至尊，马上就是整个魔都的地下皇帝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弟弟？魔都之主，地下皇帝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但说到底，不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混混地痞头子吗？混账，狂什么狂？现在是你弟弟的小命捏在我手里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杜三，你在瑞国银行用影子公司名义开设的秘密账户，里面存着整整30亿美元，你觉得这笔钱现在还能动吗？杜三爷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，冷汗一下就从额头冒了出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30亿？呵呵，我只是通知你，就在30秒前，那笔钱已经被冻结了。哦，对了，因为你那边信号屏蔽，冻结通知你应该还没收到。不可能，你吓唬我！你在澳岛的情妇罗玉凤和你13岁的私生子杜小豪住在威尼斯人酒店顶层套房。你在枫叶国的情妇刘珊珊和你5岁的儿子杜小龙住在温哥华西区的海边别墅。你在瑞国的情妇是个金发妞，叫安娜。你刚出生不到半年的儿子杜小虎在苏黎世湖畔的私人疗养院。哦，忘了说，你去年受过一次伤，虽然治好了，但那方面已经不行了吧？这3个可是你唯一的种了，要是他们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杜家可就要绝后了。该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杜三爷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声音充满了惊恐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不准碰我弟弟一根手指头，他少一根头发，我不光让你那30亿瞬间蒸发，让你断子绝孙，我还会让你和你拥有的一切全部毁灭。我说到做到。不行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真正要你弟弟命的是龙都的钟少，我要是放了他，钟少不会放过我的。钟少，我自然会找他，但现在你得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杜三爷眼珠疯狂转动，在极致的恐惧中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。好，岳峰，算你厉害，老子认栽。但你弟弟现在就在我手里，这是事实。你想保他命，可以拿我的儿子来换。听着，今晚12点之前，带着我的3个儿子到青盟总堂来，我们交换人质。要是你不来，或者敢耍花样，就等着给岳小飞收尸吧。好，午夜12点，青盟总堂见。杜三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电话直接挂断，留下满是震惊。真是不知死活，还敢让我洗干净脖子？今晚就让你有来无回。
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起来，押回青蒙总堂。我倒要看看他岳峰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，敢来闯我这龙潭虎穴。半小时后，青蒙总堂，三爷，咱们真要跟岳峰交换人质吗？万一他耍花样怎么办？交换？我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？等他一露面，确认我儿子安全，就把他和岳小飞一起解决掉。你立刻去查岳峰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心腹不敢怠慢，立马去调查。没过多久，他便拿着一份资料跑了回来。三爷，查到了，岳峰今年28岁，以前是缉毒警，因为表现优异，被招进了七局。七局？不过三爷，您别担心，5年前岳峰就从七局消失了，现在不属于任何官方组织。我还以为有多厉害，原来是个弃子，估计是在海外混了几年，有了点外国的先进设备，才能突破信号屏蔽。不对，就算是雇佣兵，也不可能查到我的秘密资金和私生子，他肯定还有别的背景啊。我们查遍了所有渠道，只查到这些。不过看他的手段，可能跟海外的某些势力有关，但应该不会太牛逼。毕竟要是真有大背景，也不会5年都不回国。不管他是什么来头，誓字搏兔，义用全力，立刻召集盟内所有能打的红棍、双花红棍，把所有藏着的家伙都拿出来，埋伏下至少3000精锐，所有人配备重火力。另外，清场总堂方圆5公里不准有任何闲杂人等靠近，设置明哨、暗哨、狙击点。我要这里变成真正的铁桶阵，天罗地网。只要岳峰一出现，立刻开枪把他打成筛子。手下齐声应道，转身去安排。岳峰一个7局淘汰的废物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今晚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